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从你的大拇指看你的老了以后状态。太对了，老了以后你的家庭地位是怎样的？是坐着享清福的皇后，还是仍需努力批阅奏折的皇上，或者是还得继续带孙子孙女的皇太后？这有张大拇指与你的退休状态测试图，能测出你退休后的状态，赶紧带着朋友们一起测试。从你的大拇指看你的老了以后状态，太准了。放下手机，一起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观察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的长短，就能知道你退休后的状态了。据说超准哦。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观察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的长短，对照上图，看看你是属于哪种类型。上面比下面长，为爱献身型退休后，你需要继续照顾家庭，因为爱而继续承担起照顾孙子的责任。不过，相信你一定会乐在其中的。毕竟，现如今带孙子已经成为中国最好的职业。中国的爷爷奶奶们具备教师的水平、医生的能力、保姆的耐心、厨师的手艺、雷锋的精神、运动员的体魄、专业司机的技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B 上下一样长，悠闲享福型退休后，你是享受生活的类型，约上3-5好友爬山、唱歌，定期跟老同学聚会吃饭，牵着老伴的手环游世界，还参加老年大学学习新知识的人就是你了。这样的你不用劳动，不用费心思，也能过上很好的生活，是一个可以享清福的人。C 上面比下面短，忙碌不停型退休后，你很有可能重返工作岗位，并不一定是因为钱，而是社会岗位需要你，需要你的知识、经验和能力。你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哪怕退休了，也还想继续发光发热。这样的你十分热心，很受大家的喜爱，但是也要多关心自己，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哦。第二，7种易招小人的手相特征，看看你有吗？有的人在职场中总是招小人陷害，而有的人则总有贵人相助。那你是容易招小人还是遇贵人呢？下面从手相的角度为你整理了7大易招小人的手相，快来看看你有没有吧。1. 小人纹多，小人纹位于食指根部，倾斜的几条纹路，没有斜纹的不容易犯小人，一般人都会有几条，越多越会招惹小人，如果过多的话，则可能会招惹官非。2. 小指长度不到无名指第2个关节，小指长度不到无名指第2个关节，这种人天性单纯、固执，语言表达能力差，人际关系往往处理不好，特别容易因轻信他人上当受骗。这样的人容易招小人，并且最不适合经商做生意，需要小心被骗，导致血本无归的糟糕情况。3. 小指底部一节最短，小指底部一节最短之人，其人一般都是个性天真，容易轻信他人，且体力不佳，意志力薄弱，极易沾染上一些不良习惯，给人可乘之机。4. 智慧线横7竖8，在手相中，智慧线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商和情商。如果智慧线横7竖8的，这种手相的人也容易遭到小人的陷害。这种人通常情商都不高，说话比较直，虽然并无恶意，但是无形之中也总是会得罪不少的人，所以容易遭人记恨，而遭到陷害。5. 肩行掌，肩行掌的人属于不用操劳的命格，只有手掌颜色发红的情形下，会为自己家庭操劳一点。这种手相的人很会享受，但需注意不要过于逞口舌之快，容易得罪人，招人陷害。另外，这种人往往感情用事，
外貌协会，要经历好几段感情才能有所收获。而在事业上，这种人应避免目空一切，觉得什么好做什么，应该要做自己最擅长的事，不然就会做一次败一次。6. 横纹穿插事业线。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会有3条主要的纹路，分别为智慧线、命运线和事业线。如果一个人的手上有横纹穿插自己事业线的话，则表示在生活中会容易遭受小人的陷害。这种手相的人在事业上很容易招致他人的眼红和妒忌，而遭受到陷害，从而干扰自己事业的发展。7. 感情线纹路杂乱，在手相中，感情线代表着一个人家庭、生活等方面的运势。如果一个人的命运线纹路杂乱的话，则表示其家庭不和睦，经常会有争吵之事发生。在平常的人际交往和生活中，也容易招致别有用心之人的陷害，容易听信小人的谗言，被人从中作梗。这种手相就是典型的招小人手相。第3，天生有好运势的女人手相。一手掌多财帛纹，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指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财帛纹越多，身长且粗直，代表此人进财越多，财运旺盛，福禄双全。有这种手相女人，意味着她们一生能享用的财富源源不断，就算自己出身平凡，家境普通，也能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求财顺利，能嫁得家境富裕的好夫家，不仅夫妻感情亲密，还能帮旺夫运，生财有道。有这样手相的女人，生活能过得舒心安稳。2手掌多守财纹，守财纹就是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平行于感情线的线纹。有这种守财纹的女人也是有福气的，虽然可能命中带来的福禄不多，但是能够依靠家人、丈夫或自身的努力守住财富，积累财富，有很好的理财能力，善于精打细算，知道如何管理钱财，而且并不会为了守财而只进不出，能敏锐地抓住财富商机，也是能有富足的生活。3食指有3约纹，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的话叫做指节纹，如果食指有3条指节纹的话就叫做3约纹。这种人一生不缺钱财，多进财机遇，能有丰厚的财富。这种人命中是有福禄的，而且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女性的话，出嫁后的生活状态会更好，婚姻幸福，也有机会嫁入家境优越的富贵人家，物质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生活美满安逸。4掌纹深刻清晰，手掌的纹线蕴含着运势变化的信息，掌纹杂多混乱，寓意此人运势多曲折，常有意外变动出现。掌纹深刻清晰与否，能够反映出此人的思维智慧和行为方式。掌纹深刻清晰的女人多智慧超群，心思敏捷，做事情有章法，有清晰的人生规划，并且有足够的意志力去执行。这样的女人性格也比较坚强，能明白自己所求的是什么，对待感情清醒理性，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婚姻。具有事业心，有不服输的韧性，能成为事业型的女强人，在事业上能取得很不错的成就，财运顺利，能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安逸富足的生活。5手掌柔软圆厚，手掌以厚实圆润，色泽健康红润为吉，肉主阴主富，手掌厚而富弹性，皮肤光滑柔软，表示此人气血充足，元气充盈，说明此人身体健康，诸事无碍，运势顺利，能健康长寿。高寿也是一种福气，这是用金钱也买不到的财富。有这样的手相女人生来就是享有福禄的，命中财富深厚，福禄天成，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就算生在平凡人家，也是家庭幸福，身心充盈，安逸无忧。
6. 掌心厚实有凹陷，手掌就好比聚宝盆，掌心好比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薄厚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多少。掌心厚实凹陷的人能聚财守财，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有很强的理财守财能力，持家能做到井井有条，生财有道，能够帮助丈夫守好财富，自己也能利用出色的理财能力赚取财富，积累下丰厚的家底，老有所依，能安享晚年。7. 太阳丘高隆，太阳丘代表着财富、财富、才能与名声等。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赚钱能力和理财能力。有此手相的女人，性格坚毅但不苛刻，为人厚道，婚姻成功，是持家理财的一把手，在外能有出色的理财能力，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上大放异彩，赢得出色事业成就和社会名望。对内也能持家有道，婚姻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8. 木星丘饱满圆润，木星丘能反映一个人的积极程度和上进心。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对财富和权力具有强烈的欲望，热衷名利，意志坚定，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取得耀眼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事业型的女强人。不过有这样手相的人对待感情一般也会比较强势，所以在选择伴侣时，最好是选择性格互补类型的，或者是更具有忍耐和包容心的人，这样婚姻生活也能美满幸福。好了，大拇指上7条财富纹，看你是富是贫，你有哪条纹，就是什么命。第一指节纹只有1条。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的第一指节处只有1条纹的话，这种人大多从小出身不是很好，家境比较的贫寒，家中也不能为其提供太多的帮助，凡事都需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享受不到祖辈的余荫和庇护。若是此纹从中间断开的话，代表着幼年容易遭遇凶险，与父母之间的缘分比较淡薄，容易远离家乡去外地发展。2. 大拇指第一指节纹2条或3条。如果大拇指的第一指节处有2条或3条横纹的话，这种指节的纹线容易闭合形成夫子眼2条或凤眼3条。拥有这种大拇指手纹特征的人大多天资聪颖，容易出生在家境较为富裕的家庭，能够享受祖上余荫带来的帮助。男人有此手相，年轻时事业上就容易获得成功，而且贵人较多。女人拥有夫子眼的话，则旺夫益子，一生逢凶化吉。3. 领袖纹。所谓的领袖纹位于第一指节的上端处，其形状为2条平行的斜纹。如果一个人长有领袖纹的话，代表着这种人一般很有雄心和志向，立志高远，做事很有目标，而且善于运用谋略，有着很强的统帅力，做事也很有耐心，知道进退和分寸，很有自知之明，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属于天生的领袖类型。4. 权贵纹。如果一个人的大拇指指端位置常有星纹、6字形纹、地形的金印纹的话，这几种纹统称为权贵纹。听其名字便可知道，这种纹是一种很难得的吉纹，容易获得富贵和权势，经商容易发财，入仕则容易升官。5. 文约纹。所谓的文约纹位于第一指节和第二指节之间，如果有1条或2条横纹的话，即称为文约纹。此纹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才华，长有此纹的人一般智商较高，考虑问题非常的细致和全面，而且头脑灵活，懂得变通，个人才能非常强，学业运极好，学习能力非常强，但是享受不到祖业带来的帮助，只能自己创业，容易怀才不遇，即使成功，一生也比较的辛苦劳碌。6. 龙眼纹。
龙眼纹即是位于第一指节和第二指节之间椭圆形的纹路。如果一个人长有龙眼纹的话，这种人大多天生就比较的聪明，思考能力和学习能力超强。从小各方面的素质在同龄人中都属于出类拔萃的类型，特别适合从事学术方面研究类型的事业，能够出人头地，获得极大的名望和地位。此纹主大贵，如果从政的话也能够平步青云。7. 偏财纹。偏财纹即是位于第一指节和第二指节之间的网状纹或者是错综复杂的纹路。长有偏财纹的人大多非常的聪明，反应也比较灵敏，有着很强的观察分析和判断力，善于发现和把握住身边的机遇，很有投资方面的天赋，偏财运非常好，也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得到意外之财。如果此纹靠近第一指节的话，一般发达的较早；如果靠近第二指节的话，则发达的较晚一些。2. 6种发财手，赚钱轻松，事业成功，日子越过越富有。1. 手掌柔软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长得较为厚实，有肉又比较柔软，几乎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在外的话，这种人大多属于心灵手巧之人，为人聪明能干，头脑清晰灵活，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比较出色，非常的会赚钱，在事业上容易成功。一生的财运极好，尤其是偏财运，非常的有投资方面的眼光和天赋，而且身边的贵人较多，每次遇到困难，总有贵人助其渡过难关，赚钱能力强。2. 有贵人线。所谓的贵人线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这条纹大多数人都有，但基本上都不明显。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大多贵人运非常好，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因此财运极好，在赚钱方面非常的厉害。女人有此手纹的话，夫运较好，容易嫁到有钱人家。男人此纹清晰，则事业有成，资产丰厚，一生不为钱发愁，日子越过越富裕。3. 无名指长。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长得较长，看上去几乎与中指快要平齐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灵活，很有智慧和头脑，而且踏实能干，很有挣钱的天赋和才华，财运非常好。这种人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足够努力，定然能够做出一番成就，赚钱非常的轻松，积累财富比较快。若是无名指过短的话，这种人一般赌性较强，好高骛远，做事容易急功近利，总想着一夜暴富，最终却辛苦劳累，没有作为。4. 财运线清晰。财运线即是无名指下方的竖直纹路，有的人长的条数较多，有的较少，有的清晰，尤其模糊。如果一个人的财运长得清晰而明显的话，这种人财运自然也就非常好，身边赚钱的机会比较多，财路比较广，而且这种人善于理财，对于钱财的掌控能力比较强，懂得合理使用钱财和投资，能够让手里的钱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然后钱滚钱，变得越来越富有。而财运线不明显的人理财能力较差，财运也不好，赚钱非常的辛苦。5. 手掌有财库。手掌中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的纹路交叉呈三角形或方形的闭口。长有这种手纹的人比较少，即使有，好多也是模糊不清。掌中财库较为明显的人一般财运极好，属于天生的富贵命格，挣钱也比较的容易和轻松，不用太辛苦，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而且这种人一般不喜欢受人管束，不喜欢替别人打工，喜欢自己创业，凭借着自己的才能，往往能够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收益不菲，日子也是越过越富。6. 掌心藏水。所谓的掌心藏水指的是手掌平摊开，掌心部位凹陷下去，倒一些水放在手心也不会溢出来。长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智商较高，非常的聪明能干，情商也比较高，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能够积累下丰厚的人脉资源，无论做什么职业都能够获得成功，赚钱比较的容易。
而且特别的善于理财，也比较的喜欢存钱，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和财富，属于典型的发财手。3. 身上4颗多金多福至，身边多贵人，赚钱轻松，一生富贵到老。1. 嘴唇上长痣。嘴唇为说话和吃饭的部位，说话代表着表达欲，吃饭代表着一个人的食禄运。如果一个人的嘴唇上长痣的话，代表着口福较好，吃喝不愁。这种人一般非常的健谈和开朗，交际能力非常强，异性缘非常好，身边的桃花运也比较旺盛，而且善于沟通交际和处理人际关系，人缘好，朋友多，身边常有贵人相助，财运一般也比较旺盛，赚钱比较轻松，但是要注意保持与异性相处的尺度，不然会影响到自身的感情。2. 眼角边长痣。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观察力和反应力，也能表达出一个人的真实内心。如果一个人的眼角边长痣的话，这种人大多头脑非常的聪明，思维灵敏，反应快，很有才华和天赋，学习能力比较强，做事总能够举一反三，而且做起事来也特别的踏实稳重，不仅能力出众，而且气质也很好，容易获得异性的青睐，身边的贵人较多，只要愿意努力，身边财帛不断，生活幸福美满，一生富贵到老。3. 脖子上长痣。脖子连接着人的脑袋和身体，既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体魄和态度，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智慧和思维方式。如果一个人的脖子上长痣的话，这种人大多智商较高，头脑非常的聪明伶俐，很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而且意志力坚韧，能吃苦耐劳，即使出身贫困，通过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自己的经商天赋，必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轻则脱贫致富，重则大富大贵。4. 耳垂上长痣。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力、财力和福气，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一般来说，耳朵上的痣大多皆为吉痣。如果一个人的耳垂上长痣的话，这种人大多心得非常的善良，性格比较的平和，对人很有礼貌，对上懂得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对家庭很有责任感，对事业怀有敬畏心，处处懂得为他人着想，人际关系非常好，人脉比较广，而且善于把握机会，事业和财运非常好，赚钱机会多，一辈子注定财旺家旺，家大业大。好了，今天的5种非富即贵的掌纹。传统手相学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手掌形象判断出一个人的富贵贫穷。手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手相的变化代表着不同运势的改变，也就是未来命格的特征。而手掌中的纹理则是人运势的密码。如果你的手掌中生来就有以下5种罕见掌纹的话，预示你命中带财，大富大贵是早晚的事儿。1. 宝晕纹。什么是宝晕纹？凡是在掌中有一个螺旋纹，如日晕一样，就是宝晕纹。月为阴，主钱，故此纹主经营得财，其财富就像水中涟漪一样，一圈又一圈，一波又一波。2. 掌中生有宝晕纹的人一生运势。宝晕纹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特殊掌纹，掌中生有宝晕纹的人往往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家运亨通，不是封侯拜相的大贵之相，就是钱财不愁的大富之相。如果宝晕纹像环形，则此人可以封侯拜相；如果宝晕纹像铜钱形状，则家中有食有财。通常掌中生有宝晕纹的男人做大官的可能性很大，升官发财比较容易，并且中年时钱财也不愁，能够富贵双全。3. 掌中生有宝晕纹的人运势亦有起伏。掌中生有宝晕纹的人有机会在各自所从事的领域有所建树，而且这类人往往在商界大有成就，优秀的直觉和判断力会令其很富有。但是不要忘了，大成功也往往伴随着大起伏，一切都是辩证的。
如果宝晕纹位于拇指根部的正宫，正为雷，预示其人多数为大贵之人，亦会有大灾相随，一生运势波澜壮阔。4. 女人生有宝晕纹不利婚姻。宝晕纹因为利于事业，所以女人拥有宝晕纹往往以不及论，会很不利婚姻，多有三婚不止的倾向。尤其如果宝晕纹正好落在手掌的前宫，则有不利于家中男主人的倾向。2. 金花印纹。1. 什么是金花印纹？手掌中有2个米字纹并排而立，视为金花印纹，一左一右或斜斜相对的不算作此纹。拥有金花印纹的人具有富贵发达的潜能，尤其是享社会名气，受人尊敬。女子易主嫁入豪门或者嫁夫有贵气。2. 生有金花印纹的人一生运势。金花印纹是一种十分少见的吉祥手纹，这种手纹不仅十分漂亮，还寓意无比吉祥，代表人的贵气。在古代，若是男人拥有，必然可以做大官，一登龙门，身价100倍，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人上人。若是出现在女子手中，必然可以嫁入侯门，飞上枝头当凤凰，成为金光闪耀的贵妇。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这种手相的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的事业。掌中有金花朵般的纹理，男人有此纹可当大官，女人成此纹可生贵妇。3. 不同部位的金花纹意义不同。对于经商的人来说，如果在木星丘或者水星丘出现金花印纹，预示其人财运很旺，财源滚滚，会将生意经营得很好。不过由于其人经常关注自己的生意或者企业，精力都用到这方面，容易忽视健康，从而在身体上会出现问题。对于正在上学的人来说，如果在明堂或者太阳丘出现金花印纹，此人会将所有精力都用在学习上，所以一般成绩都不错，而且会拥有很好的文采，才思敏捷，是写文章的好手。对于一心从政的人来说，如果太阳丘有金花印纹，此人会很有魄力，能够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如果此纹出现在明堂，部位则不佳，预示其人可能是个糊涂官员。生命线上有金花印纹是大富大贵之象，男儿官运亨通，女子可以为官。有这样手纹的人远离贫苦，而且福配子孙。4. 亦有贵人相助的六花纹。与金花纹相似的还有一种六花纹，形如六角小花，一般是单独出现，这也是一种吉利的掌纹。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容易少年成名，平步青云，多遇贵人相助，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事业，光耀门楣，中年便可达到一定高度。换句话说，就是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晚年更是享尽荣华富贵，受人尊敬，是个说一不二的领导型人物，往往是团队的主心骨和核心力量。但其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性格霸道，做事很少听取别人意见，独断专行，可以说是优点和缺点相辅相成。过人的智慧和胆识成就了他。3. 宝镜纹。1. 何为宝镜纹？所谓宝镜纹，顾名思义就是手中有圆形的纹理，一卷一卷，层层围绕，如宝镜一样握在手掌之中。这种特殊纹理十分罕见，是官印权威的象征。2. 掌中生有宝镜纹的人一生运势。宝镜纹在相术中被视为财权的象征，掌中生有宝镜纹的人大多胆识非凡，心思缜密，心胸宽广，处事手法非常有魄力，有大将风范，能够担任指挥官、武官、军事顾问等职位，命运不凡。这种纹理如果位于乾宫、坤宫以及兑宫3个手掌区域内，则正财相当稳定，步步高升，命中还会有不少的偏财出现。出现在其他掌宫上，则意味着会从事律师、咨询、培训等行业，并因此获利丰厚。4. 验证纹。1. 什么是验证纹？验证纹顾名思义，就像是大雁群飞的队列一样。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所以称之为验证纹。古书中对验证纹的图解有2种，第一条是
就是3条从生命线上上升起并列线纹，看起来很整齐又有气势。另外一种就是在事业线的末端出现的人字形纹并列线纹，也叫做验证纹。2. 生有验证纹的人一生运势。验证纹形状像许多大雁并列在掌中央，人生有此纹能够发达富贵，必可进入朝中辅佐君主，深受君主器重，委以重任，名声远扬。在现代来看，如果你拥有类似手相的话，那也是不愁吃穿之相，生活富足，既能够得到领导的赏识，还能够获得升职加薪，委以重任，做出一番大事业。掌中生有验证纹的人具有清贵气质，心直仁厚，清廉善心，在古代文官的手上比较多见。验证纹其实表达的是一种被追随、被信任的概念，大都指代名气。出现在手掌的不同位置，也都有不同的意义或者倾向的领域。比如说，很多优秀的作家、导师、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将军等等。但实际成功与否并非一概而论，只是一种参考，也是古代量才而用道德品格的一种借鉴。5. 祖弼纹。什么是祖弼纹？祖弼纹顾名思义，说明有此纹者根基不错，承蒙祖上庇佑，从出生就富贵，易得长辈之庇荫，继承祖业而发财，世世代代都是有权有势，一辈子不缺钱花。此手纹取坎宫，与手中事业线相连。2. 掌中生有祖弼纹的人一生运势。掌中生有祖弼纹的人一生运势顺遂，是属于富二代的手相。此类人的父辈财运非常不错，也容易受到长辈的青睐和庇佑，通常起点要比别人高，所以可以免却辛苦，就能有很好的条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类人如果能够勤加学习，戒骄戒傲，适时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一定能有一番好的作为。当然，手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一些吉祥掌纹的出现虽然是有好运的征兆，但还是要看整体手相，才可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好的面相、手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要实现自己的梦想，终究要靠自己打拼，并不是你拥有好的掌纹就一定会怎么样，同样是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